確實像說書。開始，說書應該怎麼講？話說，對不對？對，話說，對不對？之前我採訪了3位台灣人，畫面中今天採訪的對象叫 Paul， 他是台灣的 marketing 領域的高管。他和我曾經都很喜歡上海，甚至于他在上海生活工作了13年。我在上海全家有40年的时间。那最後都因為一件事情，我們逃離了上海啊，從不同的地方去向馬來西亞。那他作為外國人生活在大馬，感受是什麼樣的？哪一件事情讓他印象是覺得最深的？如果你看到採訪的最後啊，他竟然透露出一件事情，是對大馬的吐槽。所以這是我最 shock 的事情。我想你可能會沒有想到，但你是否認同呢？記得看到最後。這是我採訪的第4位台灣人。先驗證一下，不，你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台灣人，對，沒錯。哦，你在哪裡？宜蘭。哦，你在宜蘭。哦，那你是什麼時候去的上海？2010年還是11年我就過去了，一直到2023年。23年，那我就是12年的時間，13年了，对啊，12、13年，这個可以想象你走的原因是什麼？當然了，這邊有個不同的機會嘛，對我來說可以體驗一個新的一個不同的生活啊，對我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那這還是主要原因啊，我得說。那次要原因也因為，我說在上海，我覺得那個節奏哈，不是工作上面的問題的，而是人們在那邊的一個社交的方式，還有消費的方式，今天讓我覺得開始有點壓力，因為好像大家推着你要一直不停的往前走的那樣子那種感覺。你跟我感受一模一樣，是嗎？你自己也有這種感覺？我也有這個感受，對。然後，但是最終的這種觸發的 triggering 的這個事情是疫情，就是疫情好像就是讓你一個完全的 reset。然後你就會去想，過去看到的很多事情，想到的很多感受，它再深層的原因是什麼？但我會覺得 OK， 那不要這樣的生活。那你剛到上海的時候，你還記得當時的心情感受？哇，看到的、想到的，還有一些什麼感受？其實我常跟我那個台灣朋友說，我說在上海每一天我出門我都會覺得我會碰到一個新鮮的事情。就算我待了10幾年之後我還是覺得我每天在路上搭地鐵啥的在路上走我就覺得我還是處在一個怎麼說？你不像一個地方待久，你會覺得來來去去那個樣子，很無聊，好像自己家那樣。對上海來說，我又喜歡上海，可是呢，它又一直給我一個很國外的感覺。到時候在上海10幾年之後，我每天起床出門，我還是能感受到那種那種新鮮感，就我很喜歡這種。就是你如果待在自己家裡，就像我待在台灣待的人，我待到40幾歲我才出來然後我在台灣我就覺得每天都這樣子，好像一成不變的。那你這種感受，你覺得是上海帶來的，還是海外生活帶來的？我得說海外生活帶來的，當然上海是一個開端的因為在那之前，我除了在法國待過5年念書的時候，之後我就回到台灣，很長的時間我都在台灣你還在法國待過？那個時候有這種新奇感嗎？當然啦，那時候是更年輕那根本沒話說了。OK， 回到台灣之後，我也只不過待了14年吧，跟上海其實比没有更長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給我的感覺就是越來越壓抑，然後越來越無聊沒有任何的刺激，覺得好吧，我可能就這樣子結束了。那你講的上海的這種讓你感到壓力和捲是什麼時候開始？差不多要到疫情之後吧。疫情對我影響並不大，我覺得其實疫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全新的體驗你知道嗎？因為我住在市中心那邊嘛，對不對？OK， 我說整整3個月之間那個上海，我每次推開門一看，總是有聲音的。有一次我特別在大中午的時候我錄了那一段聲音居然在上海市中心只有鳥叫的聲音在疫情期間，你知道嗎？因為沒有人出來，太近了，路上也沒車，然後也沒有人出来，大家被關起來了嘛，對吧？都被鎖在那個自由方式。那你很棒的感觉。你是没有一种就感到很压抑、很自由受到束缚的感受？你反而是可以接受到。是的。上次我不是跟你分享嘛？我那時候還有深刻體驗，我說上海這個政府
居然能夠把2000多萬人，好好的讓他們待在家裡啊，沒有動亂啊，然後也沒有人餓死，對，還不停的送物資上門，這老實說，這對我來說哈，我覺得真的是人生難得的體驗。那可能是外國人的感受吧。那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感受就不一樣了，因為我們可能會看到就是表象背後对這種自由的壓制啊。那麼其他呢，就是疫情之外，你不是說你感受到上海的這種卷和壓力是讓人很難受的，這怎麼說？對，就是後來我渐漸覺得，因為在大陸工作確實是比較辛苦嘛，它時間也長，然後大家在那個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其實滿腦子想的也就這個聊天的時候呢，也很少像我們這樣子比較輕鬆的聊一些自己的事情，大家聊都是商業上發生什麼事情。我要去跟着我要去聽課因為那個人是很成功的，所以我要去看他，然後參加很多的這種講習啊，每個人都奔着一個大家一致的目標往那邊走哇，對我來說，我後來開始覺得很有厭倦感對，老實說，我常常說，我能不能待在一個很鄉下的地方，自己看自己的生意就好，能不能有這麼一個機會？對，可是在上海，對，我也理解这樣，就是上班的人基本上他是被2股力量推着走的，一个就是逼着他往前走的这种推力，那很大是有一种人生的焦虑，你要賺錢，要養家，對吧？醫療、老人，他有很大的這個壓力，迫使他會不停的向上。那還有一種拉力，那整個比方說那個時候因為我是做半導體業的嘛，每家公司都想要創業，都在談上市融資新設，哇，大家又非常非常活躍，是的。但是很多事情改變以後，我就會像你講的，我不知道是年齡到了，還是慢慢你會厭煩這種我的形容是這樣子，就好像當時是在一個很大的鐵籠子裡面，像馬戲團最後一個節目那種，這個摩托車在裡面轉的那種大鐵籠。那你呢？你是在裡面推的這個人，其實明明知道推得很慢，但很多人是不願意走出這個鐵籠。可是你一旦走出來，你再去看原先同事還在那邊推鐵籠，覺得好奇怪，你為什麼不走出來？他說不行啊，我只能待在裡面這樣。那我覺得它既有慣性又有重壓，會在裡面，這是我的一個比較奇妙的感受。我覺得你描述的相當的精確哈，就那個感覺。我舉個例子來說，前幾天我有個大陸的上海的朋友，他就突然連打了3通電話給我，他說現在在那個內地，有很多城市都建了一個叫什麼個人公司個人公司 OPC， 對，一人公司 ，one man 什麼 one person company， 對 OPC 對。那我說這是什麼？他說結果裡面很多 OPC 就最多是做那個短視頻然後用 AI 的技術做短視頻，而且他們產生的量很大所以呢，很快這個產能過剩就要外溢，所以他打電話跟我說，能不能在外面幫他開通一些國外的短視頻的一個平台 AI 賬號什麼？對，然後視頻平台，趕緊讓他東西可以出去。我說好，我去找。其實沒等2，他又打電話給我了。他說你趕快啊！他說現在內地有一堆的短視頻，因為好像有一個什麼審核機制不通過被下架了，所以有像地攤貨這樣的，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收購進來，然後呢很便宜的方式批量到我這邊來。就說我覺得永遠在內地就這種感覺，你很快你會被捲入一個大家都去一腦子熱去做的事情，但很快你就發現怎麼那個產量已經外溢出來了，對，整個價值又一文不值了，那你要重新再找新風口，然後一看到新風口，大家要拼了命去，我覺得就你能感覺到之前在中國做生意也是這樣的，但是在 AI 在互聯網興起之前，就沒有這麼快，但是一樣的是什麼？就是大家那種嗅覺很靈敏，就是哇這個地方有可能可以賺到錢，有可能會降低 cost，所以那就很快的就會一頭扎進去，然後也有很強的，你說創業精神也好，說賭性也好，大家都有很多人是願意這個付諸大量的資金身家性命去投入到一個，不過現在就它的 burn rate 更高了，很快就會速生速死，變得更多了。沒錯沒錯。那這為什麼會讓你感到厭倦呢？這對你個人會有影響嗎？比方說你的休息你的收入或者前程等等方面會有實際的影響嗎？還是並不會？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老實說，我們是外國人嘛，我們是外國的身份在那邊。其實我們的收入什麼都相當高，因為他們為了短期直接讓我們在那邊貢獻的很多東西，所以我 OK， 我找到看到。但是這個會造成你跟所有人聊天的過程，
你幾乎沒有辦法想要聊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你永遠，我永遠都只能談硬的東西，然後只能談微信上面正在火熱的東西。其他的東西其實大家是沒啥興趣的。我的感覺就這樣。就是你會不會有一種孤獨感？倒也不至於的，我只是覺得蠻煩的。對，大家談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深度哦。就它在表面，但是不停的重複，都是和搞錢有關係的。是的，說實在的，就這個意思。是的啊，沒錯。那你向往的生活是什麼？好問題，對啊。突然之間脫離那邊，好問題啊，可能也是我年紀大的關係，我還是覺得這個節奏要能夠自己掌控而不是被整個外部席捲一直往前滾的那種。你是什麼樣的機緣？那麼 OK 因為本來你就在我打引號就是在海外漂泊嘛，那你又是什麼機緣從在上海作為一個高管，你們是做 marketing 的這個類別嘛，然後又到馬來西亞來，重新創業嘛，現在對吧？創業從頭開始做，其實你本來應該是相當優渥這個生活工作一切都很好嘛，確實，家庭也都放在上海，確實，然後怎麼會就是覺得那你就到大馬來？因為你很了解嘛？我完全不了解，我從來沒有來過馬來西亞。好多人的回答都是這樣，從來沒有來過。可是他給我的更多是，我又重新回到了12、13年前去到上海的那種新鮮感但這是結果，但是你在達到這個結果之前，你是為什麼會選擇到馬來西亞，而不是其他地方，比方說新加坡比方說回台灣當然你講回台灣感覺很無聊是吧？對上海是太捲，台灣是太無聊。對，沒錯生活就是這樣，要麼就是一頭是火，一頭是在兩邊搖擺嘛。沒錯，像出本華這樣。那為什麼是馬來西亞？完全是意外巧合，對巧合，只是正好馬來西亞老闆正好要做這件事情這樣子而已。那你選之前沒有什麼顧慮嗎？覺得大馬會有什麼問題？東南亞安不安全？不可能沒有想過吧？沒錯，老實說，我從來不覺得，對我來說我從來沒有特別碰過什麼安全不安全的問題就算當年我跑到上海，然後我就出差去什麼重慶、四川的鄉下其實我也不覺得，所以你並不擔心這個，從來都不擔心的。對，不過你確實是作為台灣比較發達的社會，你是從来沒有聽到過馬來西亞。這很正常對吧？因為很多人以前我覺得只有在中國會覺得那我有這種想法。我們一開始認為說 OK， 那大家的這個全球的眼界還不夠啦。但是慢慢發現，在台灣很多人也是說很少了解到大馬，沒錯然後這個澳洲他們也這樣講那我發現好像是個共通的一個看法。對，馬來西亞可能在所有的旅遊的那個景點裡面，它都不算什麼首選，甚至可能3、4線。還不會想到他的，所以你來之前是有些什麼樣的對馬來西亞的認知呢？零，一點都沒有，真的是零，也沒好感也沒壞感，沒有。對，那來之後，反正我落地的那天，我就原來形容我長這個樣子有點落後，有點亂了我老說你這亂和落後對我們這種跑海外來說，我們更興奮你反而如果現在叫我去東京或者叫我去從美國那邊我反而沒啥興趣這也是我在內地這10幾年養成的一種興趣。我記得10年我在上海的時候，因為那时候台灣人對上海有很多奇怪的印象剛到上海的時候，我有點吃驚上海這麼發達然後可是呢，緊接着1個月之後跑到重慶去，然後那時候重慶根本還是有點像野蠻生長說哇，在路上我覺得好興奮那種人流那種過馬路都是要這樣跳來跳去才能過馬路，讓我覺得哇，這個生命好像很鮮活那种感覺你喜歡這種生命力吧？還有這種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規矩的很多空子可以鑽的這種地方，我反而覺得我更喜歡。我們應該在大馬住的時間差不多嘛，3、4年對吧？都是從上海過來嘛。对。那你現在對大馬的印象是什麼樣？還是一片待開發的市場吧。待開發的地方。但是我確實很喜歡他人的部分，我得老實說人的部分。OK。對。因為就像他們華人不要算的話，你說其他像馬來人還有像印度人，其實我感覺他們在那個友好的跟陌生人之間的友好是。比起
我們的一些東亞的來說，他們還是相對的好多了，在這個層面上。我得承認這件事情。你覺得他是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就是很多友好的人？我很難想象，我不知道為什么。雖然我們看新聞，每次大家說什麼這邊的種族什麼有什麼，對，但老實說哦，我碰過好幾次了，因為我喜歡打高爾夫球，就第一次我去打高爾夫的時候，我那個球是開着不知道怎麼搞了，那個我的球包整個翻在地上，你知道嗎？旁邊的馬來人第一個時間把他們的球桿放下，他們正在打了，放下來，然後衝過來幫我把那個車子扶起來，然後幫我把那個桿子弄，完全不認識的啊，這也是出乎你意料的是吧？即便你是個台灣人，沒錯，不會出乎你的意料。對，那還有一次我去馬六甲，然後呢，我跟我老婆在一個停車場那邊找不到出路，对不對？我們也沒有求救，也沒什麼，我們自己想辦法出去就好了。結果遠遠就有一個馬來人，他把車停下來，跟遠遠招呼我。那其實當時我還有點怕，我說他是要跟我們那邊結果不是，他跟我說還用很蹩腳的英語，然後參戰了馬來話，從那邊走到那邊走啊，居然自己主動要停下來告訴我們怎麼走。我老實說，從這兩件事情來說，其實我覺得馬來就是本土的族啊，他們的友好程度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跟你20年前去歐洲也不是一樣的感受嗎？歐洲就別提了，哎，一聲嘆息哦，哎，我其實有個解釋啊，當然我們就不展開啊，我覺得是和馬來人的比例是有關係的，因為馬來人相對會慢，但他也享受生活嘛，他比較友好，他的宗教又使得他比較關注整個群體，他會把一群人都當做他要去，就是說去照顧的一個對象。那麼有很多人覺得他會有問題，比方說種族的問題啦，經濟發展的速度的問題啦。其實你就可以想象，如果馬來西亞全部都是華人的話，有可能會像新加坡，對，有可能會發展很好。但是那種人文的氣氛，我不講好壞啦，但是人文的氣氛是不一樣的，一定會不一樣。我覺得，所以我覺得說，你就像一輛車，它有加速踏板那是不行，你必須還要有一個剎車，所以這兩個要一起踩的，會達到一種很好的平衡。說得好，我覺得所以跟社會的組成有很大關係。這我同意。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覺得和台灣的這種人的氛圍也是不一樣嗎？台灣也不一樣，對。這點讓我非常驚訝。我說，就算我自己是台灣人，對不對？我也感受不到像在馬來西亞這種陌生人之間的這種相處，沒有。但我們大概10年前去台灣的時候，就從上海去了，就感覺很好，而且就是打着一輛出租車。然後在這個101出來以後，好像類似吧，就停在路邊。那以上海的這個辦事啊，所以提前我就開始找錢嘛，因為對錢又不熟，然後再看這個是幾塊。找完以後說不好意思再等等我們再找。那個司機說不要緊，慢慢來。就是這句話就很多人會講就不要急，慢慢來。這我對台灣人的感受很好。我們去永和豆漿啊，去路邊的咖啡店各個地方都覺得哇。人都特別 nice， 就是所以我的想象停留可能在10年前，我覺得哇，可能現在我親眼看到的大馬和有一些10年前去過的台灣應該是差不多的，甚至台灣有可能會更好。然後我在想，那個應該就是所謂叫中華美德最美好的那個樣子。這個我得說，我有另外一個不同的看法。台灣人只是禮貌而已他並不像這邊，其實這邊你說他很禮貌吧，並沒有，老實說，對，但也沒把你當外人這種。Yes 差別就在這個地方。台灣人是把你當外人，但是他很禮貌。就有點像日本人的感覺，是吧？去台灣就是日本人。我說難聽點。是啊，因為受到長期的影響嘛。是的，我覺得是，所以學了那一套。原來是這樣。所以跟他相處，是日本人的美好的樣子，是日本人。雖然我很討厭日本人，但是我得承認，台灣人根本就是。原來是這樣的所以我看到的只是一個作為陌生人或者遊客感受到，而實際可能不是這樣的。我們也會，我們自己台灣人，我們也會覺得大家很有禮貌僅此而已。有沒有解決你當時覺得在上海每個人都在談搞錢這種壓力的問題？非常。那這個對你重要嗎？非常重要，對，非常重要，真的。大家談的東西可以是一個這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天南地北的事情，不是永遠只有錢。而且我喜歡一點是什麼？我覺得在上海，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給我壓力。
我出門的時候呢，我一定要很得體啊。那我不是說這邊亂穿，但是你要非常得體啊。你走在路上，或者你去跟他打交道的時候，你才不會覺得自己很怪。當你要去做一個社交場合的時候，你得要選一個，你要費盡心思選一個大家都對門當戶對得起的那麼一個場合，大家要好好坐下來。我懂你的意思。但這邊呢，我的那個老闆，我的出錢的金主，每次請我們吃飯的時候啊，他都可以就是隨便亂穿。請我們到他們家的時候，就很休閒，很休閒。然後大家可以在媽媽檔吃個那個羊肉湯啊。公司的高管就這麼了。可是你如果放在上海，很難吧，对吧？是，因為在中國的話，面子文化還是很重要的。他會覺得做什麼事情要在什麼場合，然後要就像你講的選的地方，甚至於說的話，如果再講究一些，那你去哪裡吃什麼，怎麼做，就等等，很多規矩就會。沒錯，喝酒的時候怎麼喝，對不對？吃飯的時候誰先動筷啊？這邊不是啊，這邊坐下來，我看到那些金主的底下高管，誰先坐下誰就開始吃，也沒人說，對吧？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一定是上海啊，我跟你說，這是一個，也許是我們中華的文化傳承下來那種壓力。那我好奇，在台灣是怎麼樣？也一樣的，你就跟上海是一樣的，是吧？哦 ，OK， 一樣。只有在那邊我才能夠回到一個很淳樸的大家過生活交流的最淳樸的一種模式。明白？那當初到底是你們這邊生活40年，其實你們從小就習慣了這樣子的情況。對，為什麼一個這種疫情對一個外國來說，反正不覺得怎麼樣的疫情，對你們來說影響那麼大？在這裡大概有10多分鐘的時間啊 ，Paul 反過來詢問了我為什麼我是上海本地人，和他作為一個外國人生活在上海啊，疫情的時候感受居然是不同的。他覺得很好啊，政府把每個人都照顧到很好。而我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想要逃離，這種差異是怎樣產生的？到了大馬之後，為什麼我們還能夠創業？我們創業的理念是怎麼樣的呢？我對小孩的教育期望和發展的規劃又是怎麼樣的？這可以說是深入的深入，真心話中的真心話。所以這一段呢，大概有10多分鐘，我們就放到了會員頻道，您可以點擊小卡片來查看，也歡迎支持我們William 的好味好料好方便带給你不錯吃不會胖不用煮的健康小店。哎呀，很久沒有人支持了，大家可以點擊一下。Paul哥，我想問問看你哦，幾個很快的問題啊。像你在馬來西亞你自己創業，現在有自己的事業嘛？你覺得在你這個創業的過程當中，語言在馬來西亞會是一個障礙嗎？從來都不是。我得說在馬來西亞一定不是。為什麼？因為英語非常的通行。那從我個人經驗來說，我也從來沒碰過在任何國家或者任何地方，我也從來沒碰過語言問題。明白。我曾經在香港工作了2年，然後我也會講廣東話。語言天才。我除了不會講上海話，但是因為不講上海話，還是可以在上海是講國語。好，第二個問題啊，我想問問看，那個Paul哥在這邊3年多的時間創業的話，你有碰到過最大的一次文化上的這種差異，culture shock 是什麼？OK， 跟我員工咯。員工。那時候我剛來馬來西亞的時候，我立志要把我公司做成聯合國，就說這邊有多少個民族，就要在我公司裡面按照比例。所以我請了大量的印度人、馬來人，然後當然還有華人了，肯定了。結果呢，馬來人給我 shock 是有，但是很少。就頂多他們每個禮拜一通常都不會出現，對不對？然後就會給一些什麼理由，什麼家裡怎樣的那個，好吧？久了也就認知就算了。最奇葩的是印度裔的，我請一個 sales director，然後呢，他中間沒有做出任何事情就算了。那從我們在中國待的角度來說，我們做不出來，你試用期到了 ，sorry 啊，我就不續嘛，就自己走掉就好。沒有，他居然反過來告我，他居然還成功的告我。然後呢，他跟我說，我給他的工作內容不明確。我說你是 sales director， 工作不明確啥啊？我說在這期間你一單都沒有進來，什麼不明確？他說我是一個 sales planner。那我說什麼叫 sales planner？ 我從來沒聽過這個。然後那時候那你 plan 給我看，他也沒有。
他就去那個就那個叫什麼勞工這邊有個勞工什麼法院那個去申訴，要我給他12個月停損。然後這件事情來回扯了4個月，最後呢，他說這樣的，他要3個月，然後我的律師跟我說不要再扯了，如果只是這樣的錢哈，就給他算了，因為上法庭不一定會比較好，所以這是我花錢消災，對，最笑的事情。OK， 好的，行，我就这2個問題了，謝謝。而我們的嘉賓 Paul 呢，他做的是線下門市的會員積分系統，通過簡單的 WhatsApp 上就能看到菜單，可以開店，可以有會員積分，會使你的消費能夠翻番。也歡迎在評論區聯繫他。如果您的業務和他相關呢，歡迎直接找他